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敏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阵容相当坚强，我们当然还是要持续的来讨论美伊的战事。好，目前呢其实已经停火了，那停火的时间点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因为呢也看到一个比较新的发展哦，就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他在30号的时候警告说，虽然以色列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外交努力，但可能很快就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消除伊朗所构成的生存威胁。那他说，同时大批的军事装备也正密集的涌入以色列。光是过去24小时内，就有约6500吨的弹药跟作战车有送达。所以呢，大家看这样子的讯号，就觉得这是以色列正在为冲突做准备。好，所以呢，这样的讯号是不是代表说，接下来的战事又可能会再爆发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也被曝说向阵地部署了雷射防御系统来对抗伊朗。这是根据英国方面在30号的消息说，以色列已经向阿拉伯联合长紧急来部署了包含铁树、雷射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的装备，协助封锁辨识伊朗飞弹，还有无人机。所以大家对这样的讯号也是特别的关注，毕竟5月1号快到了齁，所以呢看到了，如果是美东时间5月1号的话，一轮查了一下，对应台湾时间是5月2号的中午哦。好，那剩不到24小时哦，我们现在看到了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真蛮会硬凹的齁，他就讲说双方目前就属于一个停火状态，因此依照政府的解读战争权利法所规定的60天的期限应该暂停或停止计算。好，伊伦也是眼界大开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好，那我就去算了一下赫格塞斯的逻辑因为他们是4月7号停火的嘛所以赫格塞斯的逻辑就说从4月7号这天开始要停止时间就要停止暂停一下，那就等于在第37天的时候，他认为要按下暂停键。好，所以赫格塞斯的逻辑说我们还剩23天的时间可以用于军事行动，无需立即的来撤军。好，那当然很多人是不能理解啦好，那这种解释呢就遭到你看国会议员还有法律专家马上的质疑。好，说战争权利法并未允许因停火而暂停60天的期限，那政府的这个举动就会削弱国会对战争权利的监督机制。好，那我们也看到了伊朗这边确实也有传出一些讯号是他们的首都德黑兰在深夜的时候传出了巨响。好，那当然这是30号深夜发生的，是经传防空系统启动了巨响，引发当地的居民关注。那根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军方当时正针对出现在领空的小型飞行物还有侦察无人机来进行拦截。那目前市区是已经恢复了平静。那目前美军还想要再进一步的来进行部署，因为有说彭博社的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有提出申请，计划要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好，那如果这是申请批获准之外这就会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或是将用于打击伊朗腹地导弹发射的装置。好，那当然，伊伦也很好奇这个暗鹰是什么？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可以有射程大概2776公里说还可以在大气层内变换轨迹滑翔说伊朗的防空是难以来进行拦截。好，那目前川普的态度，我们也带大家来看说除了他本人跟少数的几人之外，他说其实没有什么人知道目前美方跟伊朗谈判的实际进展。他说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那伊朗方面其实他认为伊朗很想达成协议。那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正在发挥作用，伊朗经济是正在崩溃，只要跟伊朗的战事结束，
汽油跟原油的价格，他说就会迅速回落。好，真的是这样吗？好，伊朗可能不是这样想的吼，所以你可以看到两方的差距真的蛮大的。好，伊朗的最高领袖还在强势宣告，他说美国在战争当中输得相当难看。好，也就是穆吉塔巴，这人呢，其实在这个他父亲被斩首之后啊，说受伤了，到目前都还没有现身过，还是一样用声明的方式。好，他说啊，今天在全球恶霸在本区域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军事部署跟侵略，以及美国在其计划蒙受颜面尽失的挫败2个月之后，他说美国人在波斯湾唯一该待的地方就是海底。好，所以他说波斯湾跟赫姆兹海峡正揭开新篇章。好，所以最后一句正揭开新篇章，也有人觉得有一些讯号存在。好，那目前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说啊，尽管美伊的双方暂时停火，但是美国对伊朗港口实际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军事行动的延伸。那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官员也强调，一旦美国重启战端，就会发起一个漫长而且痛苦的打击。那伊朗新任的最高领袖也誓言说，德黑兰不会放弃核或是飞弹的技术。也就是他认为啊，要将伊朗所有关乎于国家认同的精神、人文科学、工业还有技术的能力，从奈米技术与生物技术到核与飞弹能力都是国家资产。那甚至也要捍卫国家的领海、领土跟领空般加以保护。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局势变得更复杂了。好，因为接近了5月1号的大限，但是看起来以色列已经在蠢蠢欲动了，似乎真的有在准备下一波的战事。我们就要先问亮哥怎么看？我那个战争权利授权啊，如果这个川普要进一步进攻，他就必须送国会啊，那也可以由国会主动提案啊，说现有状况必须终止啊。那现有状况就是美国改为封锁嘛，封锁就国际法上就是战争行为。是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海格赛斯就是个大外行啦。因为如果封锁是侵略战争的一部分，那就是战争行为啊，除非你是自卫。美国当然不是自卫嘛，那至于讲到以色列啊，我认为那个不是重点啦，大家还是比较只关心美国啦，因为只有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会导致石油危机啦，所以我觉得大国际的关心主要是关心美国，因为关心的是能源危机嘛。那至于以色列跟伊朗啊，或者是黎巴嫩，小打小闹永远都不会停啊。那就变成区域的问题了，对不对？不，因为以色列都是这样啊，他跟叙利亚有提过吗？对不对？而且他说大量的弹药正在进来当中，因为美国把20万份弹药送给以色列啊，可是那个不是导弹啊，主要是炸药啊，可是那个可以让以色列去轰炸啊，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以色列在备战啊，而是美国送他的东西还没送完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一局啊，主要还是看美国跟伊朗啊，以色列啊，你关心也没用啊，因为你跟他签的也不一定有用啊，他随时要打就打了啊。那目前的状况，我觉得难度真的很高了，因为明天就满60天嘛，我觉得川普可能必须很快做出决定了，因为目前他卡住了。地面作战也不敢，然后撤离封锁他也不要，所以他只好改了一个说法嘛，说无限期封锁，直到伊朗愿意提供那个谈判条件为止啊。可是我跟你讲，伊朗不是跑去俄罗斯见普京吗？我认为就是在讨论这件事，因为如果被长期封锁，伊朗就会面对石油卖不出去。导致了财政的困难嘛，那他一定是要俄罗斯承诺，你赚那么多钱哦，帮我们一点，你要帮我周转一点资金嘛，粮食嘛，药品嘛，我觉得这个俄罗斯一定会同意的，而且俄罗斯那个口吻一副不希望过早停战，你知道，就赚得很高兴。其实真正在斡旋
停火的是中国了，不要指望俄罗斯了，因为俄罗斯现在一天赚2亿美金，他干嘛停？一天2亿，是啊，现在布兰特原油已经涨到112了，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哎。现在搞不好超过了。我那个时候算的时候大概100多而已，现在已经涨到112，而且外面的还在那边说这个战争如果打到5月底啊，会涨到150。所以俄罗斯坦白讲就觉得，哎，我赚钱很好啊。我觉得真正在斡旋谈判的是中国了，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考虑的是，我这样耗下去，5月14号跟习近平见面，那个气氛会不会被打坏？我觉得川普可能考虑的是这一种东西啦。那而且又因为地面作战如果发动，能不能结束就不是你决定的。所以川普迟迟不敢发动地面战争，我认为他不敢发动了，最多就是再炸一炸准备走了这样。那炸一炸准备走了，可能也是为了对国会做交代，不然以目前的局面，他事实上是很被动的，因为你没有正当性封锁啊，你这个是导致更严重的能源危机啊，所以你到国会你怎么说明？可是我觉得国会啊一定会教训海格塞斯。所以会办听证会，邀请他列席说明，所以他会比较惨。好，所以赫格塞斯又要变成是川普这个党背的哈，帅将军。我想以色列也是看准了吧，你美国可能会中途撒手，所以很早就向美国要进口很多弹药啊，不管这个弹药是炸药是。他就是不希望这个战争很快停下来，这是以色列的角度是这样看嘛。那美国呢？讲良心话，你川普最明智的手法呢，就是借这个机会，国会的限制，所以我出手了。因为你家里的事、家务事太多，再不处理，危及到自己的这个政权的问题。但是赫克塞斯这个马屁精呢，又弄出一个凹的理由，我停火30天，现在暂停了。扣掉时间像立法委员一样，我的时间暂停哦，暂停我还可以用，那他还有23天，这也可能是跟川普商量好，就是临走要放个炮嘛，表示起身炮，我要还炸一下，国会我也遵守了，但是这弄个很勉强的理由了，这23天我还是在停火阶段的，对不对？所以我也遵守你国会，但是我不会那么快立即撤走，这就要放个起身炮啊，比方说赢麻了。你看这个一个领袖一天到晚跟人家讲啊，伊朗自己内乱的差不多了，就好像我诅咒我的敌人啊，快要中风了，脸色发红了，他就自然死掉。这种小孩子玩的游戏啊，你看他这么老还在玩，很中二哈。对，这是很糟糕的。我跟你讲，站在中国的立场，倒是希望你川普还能延年益寿，再干一阵。这个国家是活生生被你这样搞垮，因为美国的韧性蛮强的，是一个大国，你要不是自己自作孽，你很难把它弄垮的。现在你看美国，不管哪一任总统都知道，他唯一的敌人就是中国，因为唯一能够挑战他的是中国，所以你不管是换民主党当总统，或共和党继续当总统，一定是针对中国来，所以这个态势基本上不会变的。所以我们看大国博弈啊，都是算自己的利害关系了，利害关系。所以伊朗现在反正就躺在那里就等你嘛，你看谁能耗嘛。那川普唯一的说法就是，哎呀，你的油井如果停产的话，搞不好会伤及你的采油设施。伊朗说你要这样搞，我就放轮船上能放的放，那个以前旧的容器能放我就放，就反正撑嘛，大家都在那里撑。就撑这20几天，所以明天国会的决策出来，就看川普怎么因应，对不对？我相信他要聪明的话，借此就收手了，要不然再玩下去很难看了。因为地面作战我早就讲了，不耐打，也不敢打，打进去拔不出来，是，所以这个更惨。对，所以接下来5月1号因为台湾时间大概对应是5月2号的中午所以看看川普到底会不会趁这个局马上收手。介大使你觉得呢？对，现在 Texas 提出来这个想法，其实也
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啊。他说，停火就不应该停止计算。对，如果说10天前就开始停火的话，那就应该停在50天，然后这个中间就不能再继续算。那意思就是说，只要停火的话，那他就可以怎么样？这个哈，他战争授权60天授权哈，就一直停留在还没有到期，就还有10天的什么？可是法案的用语是撤军哦，撤军，对啊，就是问题，问题他在时间上的解释你站不住脚。对，可是这个就是川普他厉害的地方，因为美国人啊，这些政治人物啊，其实他身边最重要都是法律顾问，所以他们最会钻法律的漏洞，还有那个字词，对不对？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所以他现在这个基本上很可能会被共和党的这个众议院的议员啊拿出来作为一个跟民主党的议员对垒的一个理由。那到最后要表决的话，因为这个基本上还不是说针对这个战争本质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投票，所以说这是一个程序性的投票。那很可能就不会造成共和党川普最怕发生的所谓共和党内部怎么倒戈，因为既然让他停火的话，那基本上那对于共和党反对战争的这些国会议员来讲的话，他可能会接受，就是说程序性的这种拖延的方式，所以这个东西还要看。不过我觉得他提出这个说法应该是川普的律师团队提出来的一个解套的方法。那么让这一场争执继续下去，可是呢，国会的60天就先冻结在50天，也就是说还有10天。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吊诡的说，是不是川普如果一动武的话，这个时间这个时钟又开始计算，所以还是川普只想用谈判的方式，而不动武的方式。因为动武的方式，事实上的话，过去60天是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没有效果的。如果再用这种过去的打法的话，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呢，如果说伊朗再用这种等比报复的方式的话，那这些海湾国家的问题就更严重了。现在你看海湾国家的动作这么大，基本上都针对美国，都针对美国，所以就美国在外交上，还有就是说。这种从海湾溢出到欧洲、溢出到全世界的这个对美国的压力来讲会更增加，所以川普我看真的是很希望在谈判桌上能够达成协议啦。那可是他又不让步，那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的话，可能停火还会持续一下。不过现在美国1桶石油一加仑石油已经到4.2块了，你知道开战之前是多少吗？2.8块，所以这涨幅非常的大，所以川普的是腹背受敌。好，那他不止腹背受敌，还有很多国内的事情要处理，甚至马上也要跟习近平来见面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讲的是。好，很多观众朋友说其实今年美国有中期选举所以川普也该撤了吧？但是川普是真的这样想吗？但问题是也要看看你家的军队有没有办法因为现在美国媒体又特别讲说美军有一艘驱逐舰发生了火灾。好，这是本周稍早的时间隶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发生了重大火灾。好，这大火导致这个希金斯号的电力跟推进系统瘫痪，尚不清楚希金斯号起火的原因，还有该舰所处的确切位置。那也不清楚船体受损的部位，还有相关修复情况的详细报告。好，那截至29号暂无人员的伤亡报告。好，不幸中的大幸。好，但问题就在开战伊朗，现在美国已经烧了4艘船4艘船舰，所以大家就觉得金价是灰修出好，那我们也看到了上次这个白宫祭血晚宴不是后来就发生了这个暗杀川普未遂的事件嘛好，那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Rubio 他其实有被侮辱喜剧狗凯旋闯入有问他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Please, just one question. Just tell me which country you're attacking next. I'm trying to win some money on Polymarket. I'm trying to win some money on Polymarket, man. Just give me a wink if it's Kazakhstan. It's illegal for dogs to gamble. 好，你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讲的好像很 tricky 哈，很这个逗趣，但其实你可以看到他说啊，你要告诉我下一个你要打的国家是谁，他想要赢钱呐。好，这就代表其实川普真的很好战嘛哈。你看大家可能在私底下市井小民讨论的都是这个哈。好，那川普推海上自由架构，希望能够建国际联盟来确保荷姆兹的航运。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政府啊在推行一个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好，目标就是确保荷姆兹海峡的航运顺畅。美国国务院向各地使馆发出了内部的电报，那提出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倡议，那指示外交人员游说驻在国政府的加入哦，强调这个举动能够提升各方整体的应对能力。那现在我们看到川普对于荷姆兹海峡确实心心念念哦，之前不是曾经讲过他要把一个舰变成一个新的叫做川普舰嘛？那现在他要把荷姆兹海峡改名，又称自己的名字是川普海峡。好，这是他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的贴文，画面呢就看到的是波斯湾哦，还有呢这个阿曼湾的地图。那期间邮轮是正在通过川普海峡哈，你看 Trump。好，那阿拉奇看到之后就呵呵大笑，因为他说啊，4月30号是伊朗的波斯湾日，好，纪念400年前我们的先辈将葡萄牙人逐出了荷姆兹海峡。那美国总统川普使用是正确术语波斯湾哦，而不是五角大厦的虚假版本。好，那另外牛弹琴发文也是笑川普，他说你根本没有抵住诱惑嘛哈，因为你转发支持者投其所好主打的川普海峡图片，但你却忘了里头写的是波斯湾。好，这个名称在美伊敏感关系当中很有政治争议，那显示审稿疏忽略了外交细节。好，观众朋友，你可能对于这个波斯湾有一点点疑惑哈，一轮赶快去查了一下，发现在国际政治当中，海域命名哦是非常敏感的。好像伊朗他们坚持就要说是波斯湾，好，但是美国盟友部分哦，他们上市就会讲成阿拉伯湾。好，所以呢，川普不是用阿拉伯湾，是用波斯湾，反而是正确的使用了伊朗所想要的名字哦，所以才会引得伊朗还有牛弹琴的取笑。好，那现在也看到了日本有跟伊朗总统讨论哦，像是高市早苗跟他的电话会谈里头，强烈的期待有关于结束美伊之间战斗的谈判，希望尽早重启，而且达到最终的协议。那高市早苗说会持续透过各种外交努力，确保所有的船只顺利通行荷姆兹海峡。好，这通电话可能也显示哦，确实现在荷姆兹海峡情况对于这个日本有痛啊，所以必须打这通电话。好，那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也向日本表态哦，那强烈的谴责美以是造成波斯湾局势动荡的元凶。那美军对于伊朗船只的拦截行动等同于是海盗行为，所以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制止并谴责美方的非法行径。好，那我们讲到了日本，大家就会好奇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哦，感觉火药味又日加浓厚了。看到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啊发言人，好也特别讲说啊，日方近期在军事安全的领域危险、冒进还有试探、挑衅的动作非常多，早已戳穿了其和平国家跟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好，日方在军事化的道路上面狂飙途径，难道又要成为东亚货源？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必须要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日本的倒行逆施，绝不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讲的话蛮重的齁。好，那当然中方这边也有对于日本当场的驳斥。这是什么场合呢？是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他们在讨论一个27号还没有讨论完的海上领域水道安全跟保护的公开辩论。好，我们就看看中国怎么呛瞎日本。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日本必须反思，是继续任由军国主义遗毒滋长蔓延，还是真诚反思侵略罪行，树立正确历史观，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好，那如果日本要再军事化，他们的战机可能也要稍微检查一下因为这个零件的掉落意外频频的传出说至少7个月有8起的事件。好，我们还是问到亮哥一开始的美军的驱逐舰说发生了火警。那艘船的母港是横须贺在日本所以跟伊朗战争没有关系那这个就是美国的军舰大多都老旧吧，所以很可能就出很多意外的事件这样那个其实那个 Rubio 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美国下一个要打哪里？Rubio 负责的是古巴啦。他有权利回答的是古巴啦，他是古巴总督所以，不过最近也传出一个新闻说美国确定要从德国部分撤军听说高达4万人呢，那是蛮多的，不是部分，是大部分，大部分。那请问要撤去哪里？如果撤去格陵兰呢？那你认为呢？有点意思。不，因为接下来卢比欧都自己讲了，他说接下来他要去整顿北约那整顿北约，欧洲的军队，比如说西班牙、意大利，你都不处理不可能吧？所以逐步撤军一定都有可是不会都撤回美国吧？所以搞不好就顺道就放在格陵兰。格陵兰有美军基地等于就是说欧洲变少，格陵兰增加这样。所以我认为一定还会有另外一场还会有一场不，因为伊朗并不是，所以为什么马卡会生气嘛？因为你国家安全战略里面说重要的是西半球，那应该是格陵兰跟古巴优先怎么会跑去先打伊朗呢？对所以就是被以色列拐骗嘛。我说有些马卡就会这样理解嘛那日本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因为我觉得这个高市早苗就是大和魂上身他就是要展现他是继承安倍路线的人所以这些实际上都是安倍的主张，那他强力实践，他勇敢的都把它落实了包括这个装备出口3原则嘛，杀伤力武器也可以外卖了那还有比如说军阶改为2战时候的日本的什么名称什么大佐都恢复了成立国家情报局，要学英国 MI6 军情6处，很多还有国防预算增加到 GDP 的2%，种种迹象，我认为他就是要很快速的提升军事能力，那这个一定会跟中国大陆撞上。对，所以大家才会觉得中日的关系从去年的11月7号那个高市早苗的言论开始持续是没有缓解的。帅将军，我觉得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北约，虽然现在跟北约打嘴巴仗吵架，我认为他可能把德国的驻军撤走是给德国一个颜色看看，但是这个军队我猜是应该到哪里呢？应该是拆在芬兰了、波兰了、波罗的3小国。这样的话，美国的地面部队对你北约国家还有一点价值，我替你守到边疆。他要撤到格陵兰的话，其实格陵兰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加拿大跟你美国搞不好，你美国的空防出问题。对，所以他会增加在格陵兰的雷达、导弹基地，但是不会把地面部队来，因为俄罗斯的地面部队也不能从北极打过来，你摆地面部队呢，只是挨饿受冻而已。所以他会加强格陵兰的防空的导弹设施跟雷达设施，因为加拿大现在跟你闹得不好，因为美国的北美司令部在加拿大是部署了很多，所以他必须要，你不好的话我就往前推到格陵兰，这是我的看法了。因为按照部队的性质来讲，地面部队的价值对北约，那北约将来迟早美国还是想要弄回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暂时的状况。那德国当然也有点损失，就是说这4万人美军的消费对德国也是一个收入，是，所以这个问题是暂时的。至于美国想邀请世界各国参加，
霍姆斯海峡的巡航跟这个打开海峡啊，办不到了。没有哪个国家傻傻的会把军舰开到霍姆斯海峡去陪你挨揍的。所以高市早苗，你不是天天要拉拢美国吗？你说，哎呀，我是在霍姆斯，因为日本、台湾、韩国是霍姆斯海峡油源受阻受害最深的国家，因为我最需要的是这边的油。所以高市早苗说，我是会用外交的手法，但是美国说你要加入我这个联盟，就必须拿出更坚强、更有诚意的表现。更有诚意。所以大家都在那里玩假的了。日本会敢把船派到荷姆斯海峡去排水雷吗？不会，连美国自己都不敢去，他怎么会去？所以外交啦，去跟伊朗磋商啦，玩这些花样。第三一个呢，不是假借美国的势力在菲律宾演习嘛？日本参加，可是你旁边就是黄岩岛，黄岩岛的在旁边就主碧礁那3个基地，那3个基地把你这个美菲日的这个联合舰队的打击范围全部涵盖，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在那里演习，真正要拼起来的话，你占不到好处。对，所以中日的关系还是持续难解嘛。对，好，那我们来问介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这个日本的高市早苗会和这个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主要是在这个4月28号，有一艘日本的邮轮，顺利的通过了荷姆兹海峡，而且没付钱，然后就通过了。怎么这么好？所以就日本首相就再次打电话跟这个伊朗的总统通电话，可见之前就有通电话。那么这一艘船呢，为什么会被放？其实伊朗驻日本的大使馆，他们上面登出一篇文章，就解释说我们为什么放你这艘船。他说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欠日本一个人情。什么人情呢？这个事情发生在1953年，这个上个世纪，你知道，所以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不就是说这个海峡被封锁不是第一次，上一次被封锁不是伊朗封锁的，1953年是英国封锁的，因为当时英国还在这个伊朗这边有很大的势力，那个时候伊朗说要把这些石油国有化。那国有化之下呢，英国就把这个荷姆斯海峡封锁了。那个时候有一艘日本的邮轮，叫这个日章丸，日章丸就不甩英国的封锁，很成功的把它一艘邮轮就日章丸这个邮轮成功的闯过了荷姆斯海峡，把这一艘船的油送到日本。所以呢，那时候伊朗就非常欣赏日本不顾英国帝国主义的这个阻挠，还是成功的把油从伊朗送到日本，所以伊朗就说：“我欠你一次情，所以这次放一艘船。”那虽然放了一艘，照报道说日本还有47艘游轮还在波斯湾还没有出来，所以可见伊朗人蛮重感情的啦。那就是说，你上次有一艘，这次还你一艘，而且免费给你过，也是对等对等。可是呢？问题就是说，这次呢，高市早苗主动打电话，主动发布记者会，然后他对目前的这个美伊战争，他提出说，希望美国跟伊朗赶快恢复协商，尽早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立场，不晓得川普听了高不高兴。那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中立，就是想到他那47艘邮轮实在没有办法选边了。对，真的没有办法选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一个视频就是影片的意思就是有这个不明空中的目标向黄岩岛接近，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方位动过动，高度2000米，不明空中目标持续向黄岩岛接近，霹雳动摇，注意应对。霹雳动摇收到，盯住目标，保持警惕。我盯住了，他跑不掉。
好，也就是那16个字哦，盯住目标，保持警惕。我盯住了，它跑不掉哦。那当然，现在这段影片哦，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非常夯哦。那因为这是在南部战区黄岩岛附近哦，有一些相关的状况。好，那防美菲联合军演哦，共军在民主交战被警巡。好，这是南部战区30号在黄岩岛警巡哦，宣称有力有效的应对各类侵扰的这个行径，而且还释出影片哦。然后他们是讲说有外机抵近民主交哦，被共军的战机盯住哦，这是呼应刚刚我们给大家看的影片。好，那现在呢，北京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的配备4枚超音速YJ-15的反舰飞弹，可能会大幅的缩短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台湾海峡跟南海安全作战的空间。那大家就详细的说啦，这个 J-15飞弹哦，能够以3马赫到4马赫的速度巡航，并在末端攻击时加速到接近5马赫，缩短了交战时间。那即使多层的海军防空系统也很难拦截它。那说这是中国的一个战机哦，还有这个马赫的厉害。好，那当然也看到了北京现在加速扩充海军规模，目标是拥有435艘作战的舰艇。好，那当然希望重塑台湾、南海跟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威慑格局。美国的分析家说啊，最重要的问题不再只是中国是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强大的海军，而是华盛顿是否还能在区域内嚇阻北京。好，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哦，这不是中国大陆现在到底变得多强，而是美国变得多弱哦。那当然，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副司令，他说没有任何的威胁比中国大。他认为不要轻信那些什么准对手的这些废话，其实他们就是对手。因为现在中国啊，几乎可以在所有国家影响力衡量的指标上面跟美国来匹敌哦。他说中国的愿景就是要颠覆国际秩序哦，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人哦，尤其在太平洋区，特别是对抗劲敌的战争哦，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好，所以大家就会好奇啊，如果到太平洋区的话，那我们第一岛链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嘛。哈，川习会前，台湾现在变成了焦点，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王毅跟美国的 Rubio 通电话了。好，那他有特别讲说，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那甚至还提到了台湾问题哦。他说啊，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跟最大风险点哦，要美国信守承诺，做出正确选择。好，那 Rubio 则讲说啊，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哦，那元首外交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好，这个可能也呼应到我们之前在国内一直讨论的哦，这到底川习会台湾会不会 on the menu 呢？有可能吗？好，那现在呢，美国对于这个王毅跟 Rubio 的通话讲到台湾的问题，好，那有证实2人通话，但是轻描淡写的只说这是为了川习会的安排。那根据中央社国务院一名美国官员透过背景的方式来简短回应，说这是美国总统出访前的行前通话。好，那到底是害怕川习会破局，还是不敢透露太多的细节？好，那战经的这个经贸的战线，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格里尔来视讯，那希望进一步的解决经贸问题来进行交流。好，那川习会前，现在美国财长也说啊，有向中方来表达关切。确实嘛，川习会这次只去了2天，哦，2天能谈什么？当然没办法。哦，所以呢，一定要会前的时候，先把所有东西都搞定。好，搞定之后，2个人就坐下来拍张照，耶！然后呢，就可以谈出好多东西，川普就可以拿很多的礼物回美国。好，我来问亮哥，怎么看现在的议题？我那个不明目标是菲律宾的 C-208的巡逻机了，哦，所以虚惊一场啊。不过中国大陆最近在南海这一带真的秀肌肉蛮明显的。比如说那次18艘军舰嘛，然后在那边实弹射击鹰击20啊，鹰击20是箭射的，可以射1500公里，就是超高音速反舰导弹。那你刚刚提到鹰击15，是那是空射的，也是超高音速反舰导弹，可以射300多公里。所以这个大概已经涵盖南海，大概大部分的海域都涵盖在内了。所以我觉得他也这怎样，这不演了啦，所以大家都不演了，实力该出来就出来了啦。所以我觉得未来日本如果还是目前这种姿态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远比两岸要高了，是远比两岸要高啊。不过日本也有一个转机了，因为6月24号那个北京要办那个供应链博览会嘛，那河野洋平他现在因为他落选了，立宪民主党的，他现在是日本的国际经贸团的团长，他已经获准去参加，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转机了，还是有些交流啦。就是经济了，就经济了。可是我觉得高市在军事上要转换真的不容易，大概就是一路上纲了，啊，那反中的事件，我认为还会继续。事实上，据我了解，那个带刀闯进中国大使馆，不止这一件嘛，还有很多起就对了，还有别的，而且可能更严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日本内部有一些难以控制的变数在上升啊，就是说右翼的群众越来越多，那反中的群众越来越多，那会有什么样的脱轨行为，难以预测。对，最后引爆到外交，军方比较容易节制嘛。对。可是我觉得日本在西南诸岛部署长程飞弹，针对中国大陆啊，这个早晚会引起中日的大争议了。因为西南诸岛是琉球群岛，琉球并不是你的，你怎么可以装长程飞弹呢？只是行政管理权给你而已，不是主权领土啊！你怎么可以装长程飞弹？我觉得中国大陆早晚会表达意见的，那琉球问题就会浮上台面，那就不是军事而已，外交也来，那日本一定会非常生气。所以我觉得未来冲突的议题真的蛮多的啦。可是我认为啊，台湾也要很小心啊，因为大陆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日本右翼跟台独是结合在一起的。那未来赖清德会不会跟高市早苗在台日军事合作上眉来眼去了？那这个会构成另外一个冲突点，这会踩到大红线呢。是啊，可是你也知道嘛，日本的自卫队前长官现在在行政院当顾问，你干嘛大费周章请他来当顾问？一定是为了台日军事合作嘛。好，真的未爆弹很多大家要谨慎一点。将军，我同意葛兄的亮哥的讲法，因为新仇还加旧恨，这个东西也是中日的个火药桶。那现在中国大陆是稍微隐忍一段时间，是在整个大局上是斗而不破，跟美国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时间会拖延，但是就看日本你这跟台湾的台独勾结的程度太过明显的话，会引起局部的冲突，局部的冲突，日本会受不了。譬如说现在是黄岩岛这个事情，因为美菲日本在这边演习，就在黄岩岛旁边很多地区做演习科目。军队演习跟作战的时候都是一样，要放出很远的巡逻机、侦察机，确保自己的安全。我相信这一个不明目标就是这个性质了。所以你黄岩岛上面。黄岩岛后面楚碧礁的三个小中国大陆占领的岛礁都有飞机场，都有跑道，飞机马上就可以起来应变嘛。再加上刚刚亮哥讲的18条船给你的示威，这个示威是很立即，而且强弱是马上可判的。你美菲日3条船，3个国家来的都没有一条航母，也没有一个足够的导弹。像055大区这种攻击性的威胁。第二个讲，川普到中国大陆去谈判，这里面川普他不可能说我完全放弃对台湾的这个地位的问题，但是他会牺牲掉什么？他必须要向中国做些让步，就是那台湾的军售我停止，或者是减半，或者是怎样，因为美国也没什么东西可卖了。我讲难听点。因为美国自己的库存品的补充都来不及嘛，哪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做一个空手人情嘛，就说好，我不助长台独的发展，台湾申请这笔军售，我可能会减半或者怎么样，买空卖空加一线，这是买空卖空。这也是我猜想，国民党为什么会说800亿、8000亿让他过，因为
我相信，除了美国发价单上能给你的东西以外，能再给你的不多，因为没什么东西可以卖嘛。其实不买也是对的啦，买了个垃圾货来，我还要花钱保养呢。想买的他不卖，他不卖他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他不会卖你。那卖你的就是库存品里面最没有用的，就比如说，像最近海马斯就漏底了嘛，在菲律宾。小马可是看6发海马斯6发都不中，我们去年那一发所谓信号异常，那就代表这个是库存的海马斯里面还是不是堪用品？哎，什么叫信号软体要更换？那你卖我新的东西，怎么软体还要更换？你买一个 iPhone 手机里面说拿来不能用，说软体还没更换，你是新款的吗？对不对？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台湾军售现在变成一个象征性的，讲老实话，任何一个退伍军人都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对，今天是无人机时代，但是美国做出来的新无人机要7万美金一个，我宁可向乌克兰买。所以中国大陆的无人机更便宜啊，无人机打的就是消耗作战嘛，比量嘛，那你怎么比？我们这个军购真的，我们讲良心话。以我们年轻人的观点来看哦，就是我们台湾其实有分了蛮多人对于美国其实有一些质疑的哦，有人就会讨论说，哎，怎么可以对美国有质疑？但问题是美国真的没有认真的在给我们好的东西啊，才会有质疑嘛。哦，最大问题还在美国。对啊，我是经历了几十年的军售，我不知道吗？谢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这个川普去大陆访问啊，我一直有一件事情很好奇，就是说啊，那个 Rubio 会不会去？因为 Rubio 现在目前还被中国大陆制裁，他以前很抗中嘛。对，所以他基本上我看川普政府处理跟中国关系的中国大陆关系啊，一直都不是 Rubio， 他被边缘化，就跟打这个美伊战争啊，也不是他在处理，谈判也不是他在谈，都是派这个什么啊被这个特使，所以美国的国务卿从来没有权力被那么多特使分开过的。以前都是国务卿一把抓，现在那么多特使，重要不是他。对中呢，最主要过去所有的发言人跟交涉的都是谁？贝森特。对。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蛮有趣，就看啊 ，Rubio 会不会跟川普去？这个里面有一个参议员要先去。川普的好朋友。川普好朋友。所以川普事实上的话，这个是不传统外交，他都是搞个人非典型外交。非典型外交，所以 Rubio 能够忍得住，真不简单。这个是有史以来美国他是古巴嘛总督啦，他已经有身份了。美国过去国务卿管全世界啊，现在只管古巴。接他电话，王毅蛮给他面子的，对他们上次也见过面。不过讲到这些鹰级的这么多，鹰级20、鹰级18、鹰级15号，鹰级18跟鹰级15号，这次是挂这个号。鹰级18是所谓箭射，而且我看了资料，还有一点更厉害的，它是潜射，潜水艇也可以发射。对。那这些18跟15有个特色，它都是属于的巡弋飞弹。巡弋飞弹是什么意思 ？Cruise missile 基本上就可以贴着水面地形跑，大概5到10公尺，所以很难被察觉，雷达防备非常困难。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真的是对于海上舰艇的杀手锏。你这个舰对舰，你的鹰级20大概差不多1500到2000公里的距离。那这个鹰级18，事实上的话也有600公里，也就是可以从潜水艇里面射出来的，那你更难抓。那现在的鹰级15是什么？是空载的，也就是飞机载的。现在如果说是如果将来 F30就是歼35的话，现在是挂4枚，可是它的歼15，也就是说它的航母的舰载机目前已经都可以挂2枚了。